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歡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美國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方恩格 Russ。大家好。前海軍艦長呂禮士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帶您來關心到的是深夜活捉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中俄都在場的情況之下，為什麼這一回美軍的三角洲5分鐘之內，這個特種部隊就可以破門？這是什麼樣等級的一場作戰呢？今天就這一些軍事上、軍情上，我們做一個更深入的一個分析。趕快來看到這個是在美國的總統川普3日親自宣布的，他說美軍已經成功的拿下了馬杜洛。深夜這一場行動代號悄悄的展開，當時出動的就是美軍最精銳也是最神秘的，他們叫做這個三角洲特種部隊。等一下我們會三角洲特種部隊會有比較精密的一個解析哦。那麼當時呢，他是直接闖入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的這個官邸的臥房，並且在這邊引爆炸藥之後，就強行的闖入了。5分鐘之內，只有短短5分鐘哦，是立刻攻堅完成，並且這個馬杜洛的夫婦哦，他們連衣服都來不及換，就已經被强壓上美國的軍機離開了當地哦。那麼當天晚上，根據美國的人民所看到、所描述的畫面，就是當時在卡拉卡斯的上空是有直升機來做穿梭的，並且在当地連響了7座非常大的巨大的爆炸聲，火光整個劃破了夜空。美軍的精銳迅速的控制了目標地區，而這一場行動最重點的就是我們今天要特別來談的三角洲特種部隊，他們到底是誰呢？他們是這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動核心。那麼他們其實是在美軍是非常精銳的一個部队。回顧當年2019年的时候，他們曾經獵取伊斯蘭國的首腦，也就是巴格達迪哦，是被視為是最危險的部隊，也是這個電影《黑鷹計劃》當中特別描述過的這一個精銳部隊。他們更是有備而來，這個精銳部隊早就已經針對這場行動在做準備，也就是在去年12月曾經拍板了一個行動，叫做絕對決心行動。做了什麼樣的事情呢？其實他們就直接搭建了一個全屋尺寸啊，複製馬杜洛他的官邸的一個複製品，就在這個屋子裡面進行反覆的演練哦，操演，所以呢早就已經準備好了。而在行動當天呢，根據美方的參謀首長的說法，其實除了這個特種部隊之外，還出動了超過150架的軍機，之外還包括了 F-22、F-35，還有 B-1 轟炸機、E-2預警機和各種的無人機。他們的做法是先把這個委內瑞拉的防空系統全部給癱瘓掉，最後再派直升機低空的突入。那麼三角洲的部隊呢，外媒形容主要的任務就是分為4個中隊，部隊是專精於這些高風險價值的任務，還有反恐行動跟人質救援、殲滅威脅目標的各種偵查等等。而這一次為什麼行動可以成功？除了有這種特種部隊，還有美軍的各種的這種軍機啊，還有他們的武器之外，CIA 在美國還安插了線人，並且派出了匿蹤無人機，長期持續的監控馬杜洛，也有非常大的關係。另外，美軍還根據了解，祭出了5000萬美元的懸賞金額，提供給這些提供情報給美國的這一些線人哦，所以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關鍵之一。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艦長怎麼看了。我們今天要來特別關心到這個三角洲部隊被比擬做黑鷹計劃的特戰級的單位，到底是什麼樣的部隊？為什麼5分鐘之內可以攻堅？是現代版的斬首行動的一個重要的重點嗎？事前模擬的官邸的這一些動作是否又非常的縝密呢？呂艦長怎麼看？我們講到三角洲部隊以及海豹部隊，他們都是同一等級的這一個特戰部隊啊。那特戰部隊当然它有肩負一定的使命，那但是我們也看到了美國它所宣稱的兵力，但是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那我們來看啊，這一張我手上這一張，也就是我們看到委內瑞拉它實際上的部署啊，那在最遠這個呢可以達到500公里遠的，那也就是
中國大陸輸出的這一個JY-27的這一種反逆中的一個雷達。那其實呢，它除了我們講到中國大陸的裝備之外，它還有俄羅斯的這個它雖然這邊叫做安提2500啊，其實它也等於就是 S300系列的防空飛彈。那我們當初看到了這麼多的裝備，為什麼？就是剛剛如同主持人講的，5分鐘就結案了。那其實我們看到的啊，就是這個狀況，也就是美軍其實他們做了非常完善的一個模擬，然後這個模擬呢，我們看到它不是只攻擊有關於首都的部分，其實我們看到紅點的部分，通通都是攻擊的位置。那攻擊的位置，就是其實讓委內瑞拉的部隊其實並不確認它真正的重心在哪裡。另外特別強調的一個，也就是160特種部隊，它其實号稱夜行者，那也就是這一次作戰其實是半夜出動的，那也是凌晨，它執行的都是高風險低強度的一個夜間任務，它是所進行的任務的本質其實是滲透以及撤離，還有突襲。這一次就是突襲。那我們在這張圖上面所看到的這一個，那也就是奇努克CH-47的這個双螺桨的一個直升機。那前面這一個，因為這個照片太糊了，其實我們不太能夠判斷了。那但是其實它所有的，包含刚剛電視牆上面的無人機，其實它整個的裝備就在這裡。那大家會覺得一件事情很奇怪哦，為什麼這一個反逆中的無人機，也就是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頭多次拿出來的這張照片，也就是JY-27的雷達，沒有徵收到？其實這個問題呢，不要問別人啊，這問題要問委內瑞拉自己。為什麼這麼說呢？如果我們看到Sky TV 它所提供的一個訊息的話，他講說這一次其實叫做協議性撤退。那什麼叫做協議性撤退？協議性撤退，也就是真正靠的不是這一些武器，不是這一些那個部隊，而靠的是美元的能力。也就是我透過了買通這麼多的一個各級軍官，也就是哪怕你看到了，也都是做壁上觀。所以為什麼在這麼一個短暫的時間立刻就拿下來，而且好像也沒有看到整個委內瑞拉的部隊成体系的進行反抗，或是不成体系的，也就是我們台灣常常講到的分散式管制的一個反擊。為什麼沒有？因為其實它整個部隊都被滲透了，被滲透之後，其實最後我們看到的結果，也就是完全束手就擒。好，所以這次美國的攻堅之所以可以成功，除了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這支特種部隊之外，還有武器，還有剛剛小艦長幫我們特別提到的，美國早就已經打通，並且成功收買了當地的一些官員來做到裡應外合，讓這一場任務就變得更加的成功順利。那其實現在大家也在看說，那中國大陸呢，在這一次的這一場行動當中，怎麼看不到它的角色呢？因為這個委內瑞拉不是多年都是靠大陸打造的南美鋼鐵防線嗎？為什麼這一次好像看起來沒有發揮什麼樣的效果呢？我們來看一下大陸長期在這邊，委內瑞拉長期跟大陸買的武器有哪些？畫面上 CG 我們看到包括了反隱身雷達，還有2棲戰車，打造的是整體的海陸空的防禦線，被視為是中國軍事在南美洲的一個最佳櫥窗。那針對這一場任務，其實國務卿盧比歐也特別點出來了。他說呢，這個是西半球，我們不容許中俄伊朗在這裡接下來建立任何的情報、能源跟軍事上面的據點。美國也不容許中俄伊朗在委內瑞拉搞情報、投資石油業。帶觀眾朋友也來看到最新的消息是，委內瑞拉的副總統，同時也是現在的代理總統，本來呢他一直在批評說這個川普的行為是非常的惡劣，是暴力的，但他最新改口了，他說呢，他接下來願意和美國合作。好，先請教委員怎麼看？美軍快速的拿下馬杜洛，中國打造的南美鋼鐵防線為什麼看起來失效了呢？那委內瑞拉其實除了有中國大陸武器之外，其實還有其他，比如說俄羅斯的武器、防空情報，為什麼美軍可以輕易的突破？委員怎麼看？
中國幫委內瑞拉打造的南美鋼鐵防線一點用處都沒有，因為不是美軍很厲害，而是美金很厲害哦。這個美金是超級厲害的啊，我解釋給大家聽哦。那個中國賣的 JY-27反隱身雷達是米波雷達，它只看得到，無法手電，無法射擊。換句話，它不是拳頭，它只是眼睛。所以即使它看得到逆中戰機，因為米波太長了，1公尺以上的波段，它根本沒有辦法用飛彈瞄準，所以就不用提了。那你所以你那個 VN-16、18兩棲戰車沒有用，因為沒有人要登陸啊，根本沒有人要登陸，你用兩棲戰車幹什麼？所以買了這2款一點用處都沒有。真正有用的是俄羅斯賣的叫英格拉 S 肩射式防空飛彈，它去哪裡了？200枚在哪裡？沒看到，沒看到，那怎麼可能呢？那這一次美軍怎麼進行攻擊？你別聽他吹牛啊，什麼我模擬老半天，我4個中隊，一個中隊75個人，4個中隊300個人，好像很厲害很那，不用，台灣軍隊就可以抓得到，只要美軍夠的抓得到。這是什麼玩的遊戲？為什麼很確定這是美軍呢？如果你美國國防部，委內瑞拉國防部的軍人在馬杜羅的住宅附近10公里內布滿了200個肩射性防空導彈，請問你這三角洲特種部隊搭他們的 CH-47 Chinook 運輸機，那是沒有防衛的啊，能夠進入他的住宅嗎？不可能的事，一定被打成爛窗。你三角洲打成五角洲，變成三角褲都沒有了。我講的不客氣是這樣子啊，打那種飛機太容易了，我又不是沒有試過這種瞄準打那種飛機的，它一低空嘛，根本就不用什麼隱身不隱身，那肩射是，我跟你講，300顆有1顆打不到，什麼意思？買光了，軍方買光了，政府買光了，政客買光了，包括馬杜羅辦公室買光了，那這馬杜羅活該嘛，當總統當到這種地步也是活該，沒什麼好說的，那所以就吹噓美軍呢很行，或者是中國大陸的武器這個很差，因為他根本不是用這種場合啊，他不是F-35飛來跟你打架啊，他不是啊，他完全就是直截了當的，買完了以後你不可以部署肩射式防空導彈，肩射式防空導彈200-300枚從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全部消失掉，你說是怎麼可能呢？就消失掉了。啊，你說哇，美軍有去轟炸什麼雷達站，當然會開個雷達站讓你打打看，表示我有抵抗，那我錢照收。這種黃蓋的戲我們還沒看過，《三國演義》大家看過黃蓋吧？沒什麼了不得的啊。換句話說，這個馬杜羅被抓就是因為什麼？他自己不曉得花錢啊，不曉得去收買這些人啊。我跟你講。委內瑞拉國防部長公開講，國防部長、參謀總長所有的首都的防衛司令通通收錢，不然不可能這種結局。你問那個我們真正的軍人知道，你只要一聲令下，在周遭每個地方肩扛着，你美軍進得去嗎？你說轟炸，你可以轟炸200多個點嗎？那是不可能的，在任何個屋頂上民居都可以有啊，你不可能的。那為什麼不出動？收了錢嘛，所以美軍比美軍更厲害。美軍厲害還是美軍厲害 ？Russ 來。其實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因為我從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在台灣社區媒體看到太多人，包含政治人物、KOL 等等，都一直說你看中國的軍火工業那麼亂七八糟，設備那麼亂。我真的覺得這個思維真的是對台灣國家安全非常非常危險。那如果這一次委內瑞拉的防空系統失敗的話，那或許是因為委員剛說的是他們被收買，或許是因為訓練不夠，人才培訓不夠好。没有，那個建設是不用訓練，只要監視而已。甚至有一些也有一些評論說，其實他們購買的系統，不管是中國或俄羅斯，其實不合適委內瑞拉的情況。那不管是什麼理由，我覺得這個不等同你可以嘲笑中國的這個軍火工業或他們設備的能力。所以我真的呼籲台灣朋友，你不要這樣嘲笑中國的軍火工業，他們還是很危險，對台灣還是很危險。對台灣該做的國防投資還是要做，不要因為這件事情而嘲笑中國的防空設備或武器等等。真的，我真的覺得這個思維
很危險。但是如果真的是叫委員說的是美國用它的美金或情報的能力，這個也還是值得佩服，不是嗎？对，是 CIA 很厲害，哇，比那個普丁厲害太多，你普丁都買不動基輔，你看。是，那同樣一個問題，我也請教楊老師又怎麼看？就是剛剛也特別提到說，這一次美國為什麼要抓馬杜羅？是不是就是主要他就是要阻止中俄伊朗在委內瑞拉這邊去發展他的武器跟他的情資？那台海確實剛剛 Ross 也提到嘛，是不是接下來也要緊張？老師怎麼看？其實美國從冷戰之後啊，針對4個國家的元首曾經進行過斬首任務，都成功。1989年巴拿馬諾瑞加，跟這一次的在委內瑞拉的馬杜羅很像，我們等一下回來比較一下。第二個是在2003年的時候，就是所謂的就是這個伊拉克的總統海珊，然後呢，2011年利比亞的總統葛達費，那在巴拿馬的時候，我們簡單的說，那個時候打了快1個多月啊，美軍自己死亡25個人，受傷超過300人，所以那是軍隊真的上去。然後呢，巴拿馬的軍隊，巴拿馬跟委內瑞拉不能比啊，那個軍隊基本上是非常弱、非常少。那委内瑞拉這邊死多少人？死了大概200多個人，所以那個是一個真的就是長期大概超過1個月，然後呢，美國也是慢慢的推進，最後把諾瑞加給逮捕，那一直關了大概有將近20年哈，一半在美國，一半在法國。這一次你看，沒有一人受傷，沒有一人死亡，美國，所以完全驗證剛才蔡委員講的，就是美金的力量。那現在報紙已經出來了，他的辦公室主任一個人拿了5000萬美金，5000萬美金一個人，值得。对，因為你換算那個石油量是多少？是委內瑞拉所擁有的石油儲存的量是全世界最多，但是委內瑞拉這個國家成也石油，敗也石油。你不要把這個價錢公開，待會凱達格蘭大道有個辦公室主任啊，我會拿這個價錢。他成也石油，就是說他因為他有石油而且他儲存那麼多，但是呢，他開採的很不利，因為到目前為止，美國只有就是那個雪佛龍啊。大概是在那邊有開採權，開採的很少，其他的開採的不多，所以大家都說啊，因為要阻斷中國對這個委內瑞拉的这個力量，其實沒有錯。到後來，它將近7成到8成哦，都是輸往中國大陸，但是占整個中國大陸在去年整個總進口的比例不到2%，所以事實上並不是說真的要斬斷中國這個問題，而是為了石油的問題了。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要持續來關心，難道是川普要開戰嗎？他這一次直接就抓了元首啊馬杜洛，並且呢霸占這個委內瑞拉的石油。美國現在是不是要正式的回歸所謂的門羅主義了？現在拉美國家可以說是全部拉起了一個警報，未來的世界會不會變成大國化地盤，小國被犧牲的時代？難道正式到來了嗎？今天我們來一起做解讀。這一次我們看到川普啊，他直接呢就是毫不遮掩的派兵，逮捕了一個主權國家的元首馬杜洛。重點是呢，他是沒有經過這個聯合國授權的，沒有通知美國國會的，是毫不遮掩的直接派兵去逮捕了馬杜洛，甚至公開表示哦，他就直接說了，美國啊，我們接下來會來接管委內瑞拉，讓美國的石油企業可以做全面的進駐，掌控這個地方全球最大的石油儲量之一。我們來看到前空軍的律師他怎麼說？他說這不只是在外交上針對委內瑞拉的衝突而已了，這樣子的一個做法是會引爆國際武裝衝突的，也就是等於呈現了一個開戰的狀態。現在再看《經濟學人》也特別點破了，他認為川普要來做的就是親手復活的這個老劇本，正式宣告門羅主義正式回來了，西太平洋地區應該要屬於美國的。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美國真的可以想抓誰就抓誰，想要站哪裡就站哪裡嗎？委員怎麼看？大概只能限制於中南美洲幾個國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行得通。
那我要特別提的就是說，美國在川普的想要接管委內瑞拉，一點問題都沒有。你說啊，不符合國際法，他馬上就符合國際法給你看。什麼叫馬上符合國際法？隔2天，委內瑞拉新總統馬上會跟美國簽一個新的條約。這個條約就是你是我的宗主國，我是你的這個藩屬，就是我就是你的帛琉，帛琉就是美國的藩屬國啊。他會簽一種在法律上叫自由聯繫條約之類的東西，就宗主國啦。那國際法就合法了。誰說國際法不能夠事後合法？可以啊，可以啊，船過水無垠。然後更諷刺的，我跟各位講，我的預判。委內瑞拉人民的生活水準會變得更好。麻煩在這裡呀、啊，為什麼制裁沒有啦？啊，那第二個呢，更搞笑的，以前呢，馬杜羅貪污腐敗的錢都回來了。馬杜羅真的很貪污、很腐敗，不用懷疑啊。那所以這個川普在講說他販毒，你在講什麼？委內瑞拉賣到美國的毒品只佔美國進口量的8%，可是從哥倫比亞到中美洲到墨西哥進入美國的毒品佔70%，你不打那個70%，打那個8%的，所以毒品不是理由。第二個，我也不同意是因為石油，是因為石油公司不是石油，因為美國自己石油很多嘛，他怎麼會在乎自己有沒有石油用？他是因為石油公司的利益，在當時被這個委內瑞拉前總統跟現任總統用國有化沒收，沒有賠償任何1毛錢。這個龐大的損失現在還掛在這幾個石油公司的賬上。那川普去打這樣戰爭，美國老百姓當然會支持啊。然後石油公司的老闆會抖內，你看開玩笑，這是這麼好的生意，所以不是石油，是石油公司。所以他馬上講，你看我們石油公司馬上要進駐委內瑞拉，全世界最大的礦產，而且現在的石油價格是60，一桶60，60塊美元，很便宜啦。啊，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政策，他就告訴中國、俄羅斯，你少給我管啊！你什麼“一帶一路”撤掉？我不高興。如果我高興，你可以“一帶一路”；如果我不高興，你只有岔路可以走。這個，所以一開始大家講說，中俄啊厲害啊，怎麼厲害？我說一點都沒有。川普只要下令的話，哈，中俄連巴拿馬都乖乖取消“一帶一路”啦。下一次取消的就是巴西跟那個秘魯，他要不要而已啊？他跟習近平談判的籌碼要不要而已啊，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委內瑞拉對中國、俄羅斯叫鞭長莫及，無可奈何。他不至於像這個台灣在中國大陸旁邊的鞭長可及，可是大陸那個鞭軟掉了，這差別在這裡啊。是。好，同樣一個問題 ，Ross 又怎麼看？就是等於說，美國現在想要抓誰就可以抓誰，想要站哪裡就站哪裡嘛？你怎麼看他的行為？當然沒那麼簡單。比如說，北韓金正恩也是暈毒了，也是做實現很多假期啊，尤其是虛擬貨幣啊。但是目前川普根本沒有計劃去抓金正恩，對不對？那因為是北韓有核武，對不对？所以沒有核武的國家，那就比較美國对美國來說是比較安全的選擇了。但是將來幾年川普還要執政3年，會不會再次有類似的事件啊？那不排除，雖然我覺得可能性不大，但是不排除，畢竟有這個潛力。尤其是如果是在中南美洲的話，真的有類似的情況的話，那或許美國會再次出手，真的是不能排除了。畢竟沒有什麼後果了。那當然有一些國家，比如說中國、俄羅斯，公開會發言。看很多國家，即使是美國的盟友，他們也沒有很強烈的批評或抗議。他們說我們是高度關切之類的，但是沒有直接說美國你錯了，川普你錯了，我會制裁你。但怎麼可能，對不對？所以其實川普知道，他幕僚團隊知道，尤其是在中南美洲這件事情是可以，不管是從政治、貿易、其他的角度來看，連國際法，其實美國這樣做其實是沒有什麼負面的後果。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看到，所以川普可以說這個門羅主義復辟，但是後面要承擔的結果怎麼看？這個是來自於《經濟學人》跟《紐時》都提醒到了，因為之後呢，摧毀了這個委內瑞拉之後，就等於美國要摧毀秩序，要承擔後面的結果。委內瑞拉要知道，它現在的經濟狀況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好的，比這個伊拉克還要更不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現在的經濟狀況哦，它的這個通膨高達了6%。
貧窮率82%，GDP 統計我查了一下，過去13年暴跌75%，現在人均 GDP 大約是落在3000到4000美元左右，還有800萬的人民因為經濟實在太差了，逃離當地，國家空洞化，黑市武裝再起，美軍恐怕陷入在長期的內戰當中。到底美國這樣做值不值得？楊老師，川普不会去接管委內瑞拉，整個中南美過去數百年來就是在一個循環的宿命，那就是在被美國控制影響之下，它不斷的出現政變。如果政變不行的話呢，那就會是 CIA 去煽動，然後呢滲透，那最後呢美軍會介入，然後介入之後呢，他也不會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被美國接管，因為他知道那根本就是個爛攤子。美國只是要的是這個區域的掌控，門羅主義，但是呢，也要排除就是其他區域啊，中國、俄羅斯的這個介入。同時，因為看到他也知道這個循環就是，但不斷的就是在左右之間的擺盪啊，也有很多人上這個幾十萬人這2天在街頭上是抗議美國，然後支持馬杜羅，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很高興的，就是說馬杜羅被逮捕。對，所以說他們的生活會改善，那我覺得其實可能是短期的現象。因為關鍵是這個現在這個副總統哈，他之所以在過去這段時間這麼快就轉變了態度，一定是跟美國達成了協議，可能接下来透過一個暫時的過渡，甚至舉行選舉。因為那個去年12月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反對黨的領袖川普，昨天自己都發文說，看起來他好像不太受委內瑞拉人的支持。所以他也沒有想要去支持他，對，所以他沒有要去接管任何的這個情況，因為他知道那是一個無底洞。他要的就是剛才蔡委員所講的，讓美國的石油公司回去賺錢，然後能夠再提供政治獻金或者其他的利益給川普家族。我覺得都很清楚，過去一直都是這個如此的情況。那所以他不會去重蹈在利比亞或者是伊拉克的這種情況，那因為畢竟這是他自己家裡的後院，而他長久以來讓這個後院一直不斷的爛，但是呢，他確定他的後院。好，所以美國基本上還是不會去介入在委內瑞拉它這個經濟上面的爛攤子。但是呢，現在川普已經直接恐嚇了，你現在是這個委內瑞拉，接下來幾個國家你要特別注意的，他恐嚇的包括了哥倫比亞、古巴跟墨西哥以及其他他說不配合的國家，你都要小心了。那麼智利的總統也很緊張，他說今天是委內瑞拉，明天可能就是任何的另外一個國家。現在是不是說大國就可以自己劃地盤，小國只能跟着被犧牲的時代正式來臨？艦長怎麼看？我們看到啊，其實這一次的這個絕對決心的這一個行動是教科書等級的。那只是呢，他把原來 under table 下面的東西掀出來了，也就是美元才是最重要的。那這是我們講的第一個。第二個啊，其實我們也就看到，之前我們看那個所謂的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它是特別提出了美國未來重點在於西半球。那我們講到說，這一個戰略出台之後，當然要有3把火啊。第1把火，委內瑞拉就中獎了。那其實我們講到說，剛剛Ross 有講到說，各國沒有譴責，其實不是沒有譴責啊，是還來不及譴責，馬杜羅就已經到紐約了。對，那譴責有什麼用？那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呢？其實啊，我們講到說，今天也就是1月5號的時候，安理會實際上是要開一個臨時會議來針對這一個委內瑞拉的問題。不過開了會，最後也是白開。為什麼？因為我們這樣講啊。其實，在帝國崛起的時候，它就建立非常多的制度或規則，那讓大家所有的國家都來 follow 這一個制度，然後符合帝國的它的一個價值。那可是呢，現在帝國正在的傾頹之中啊，其實是最可怕的，因為原來的規則已經完全不適用了。所以這也就是我剛剛講到的，即使安理會有任何的決議，不要忘了美國有一票反對，最後也這個會也等於白開。所以他有警告有關於這哥倫比亞、古巴、墨西哥啊，也就是
當初被指的這個門羅主義的這個拉丁美洲國家，現在每個都繃緊神經，因為我們來看去，委內瑞拉其實算是一個有心要整頓它的軍事裝備的這一個國家，都已經如此了。那我們剛剛講那些國家，它裡面沒有更腐敗嗎？沒有，或者是它有更多的武器可以反制嗎？其實都沒有。所以這個就是對於拉丁美洲國家的一記警鐘。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我們從國際關係來特別解讀，川普這一次活捉馬杜洛是劍指大陸嗎？我們來看到他掠奪的是委內瑞拉，他要來做的事情就是重建石油美元，斬首人民幣國際化。從財經面，我們也做一次比較清晰的解讀。好，來看到的是這一次針對川普針對美國的這一場大行動，有一個說法，他說是為了美元而打的這一場戰爭。來看到新華社怎麼報道，他說第一時間定調這就是赤裸裸的霸權行為，他認為美國再次的上演這個叫現代海盜的邏輯，也就是用政治呢來指控，並且正當化所有的軍事行動，完成政權的更替之後，一切都由美國的資本做進駐，來瓜分一個國家的資源跟這個國家的命脈，並且回顧了川普才上任短短的時間，第二任期已經對7個國家發動了軍事上面的行動，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委內瑞拉之外，還包括了伊朗、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索馬利亞、奈及利亞等等的國家，而另外也看到了，這個是川普嘴巴上說不會讓美國再次的拖入戰爭，但是已經有這麼多的國家是他祭出的這個軍事行動了。那麼現在也看到呢，為什麼說他必須要打這個委內瑞拉，並且拿下它的石油呢？就是因為委內瑞拉雖然說看起來儲量很高，但是它的產能還是不夠的。他認為說技術上面受到限制，產能被壓下來。如果美國接管，未來會有更多的這個機會來去生產它的石油的。那這個委內瑞拉的石油對美國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將來可以用作美國的基礎建設、AI 資料中心建設等等，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能源。楊老師怎麼看？接下來美國的油氣就會來做進駐，這是川普說的，這是川普的最終目的嗎？一切都是為了石油？老師怎麼看？其實我覺得川普上來之後啊，他也蠻一致的，他就是認為整個美洲就是美國的美洲，就是以前的門羅主義，現在我們把它叫唐羅主義嘛，哈，因為從英文的叫做 Monroe Doctrine。那這個唐羅主義跟門羅主義就不一樣了。门罗主義只不過是在告訴這些西方的其他的這些大國不可以介入到美洲的事務，但是唐羅主義就更進一步，是美國要完全的主導。那我們看到就昨天1月4號的時候，在美國白宮的新聞副發言人的負責人叫做 Stephen Miller， 他的太太叫做 Katie Miller。在 X 上面 po 就是把格陵蘭島整個變成美國的國旗，已經現在是2-3千萬人在上去點讚哦，但是呢，白宮這邊完全沒有任何的不同意見，所以他怎麼評論？他就一個字 soon， 就很快就換格陵蘭島了，所以這個就表示說，就像他覺得這是個他的身體的一部分，整個美洲，那這邊上面長了一個瘤，因為他反美。但是他又控制了這麼大的一個資源，然後呢，讓俄羅斯或者中國大陸的這些建設或者是經濟，也許有軍事進來。那我覺得美國這個如果從戰略層面最擔心的，不只是石油，石油當然是一個關鍵，石油公司的利益更是關鍵。但是呢，他真的怕中國的經濟跟基礎建設整個進來到中南美洲，現在已經不得了。整個就是“一帶一路”港口，然後呢，基礎建設進入到中南美洲，再加上貿易，這些數據我都不需要再多舉例。事實上，在過去這3到5年之內，那是加倍，每年都是成倍數的這個成長。美國人擔心的是，過去他們不太治理，放到後院，讓他們自己在那邊爛的，作為美國的
這種核心利益的附屬的這些中南美洲國家，現在可能會強起來、壯起来，在中國的基建、跟經濟、跟貿易的支持之下，甚至未來的科技，因此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那就不是美國所掌控的門羅主義，更不是唐羅主義了。所以我覺得對中南美洲這是一個宿命，悲哀的這個宿命，他沒有辦法跟着中國跟其他全球南方國家一起在基礎建設跟貿易上在跟中國進行正常的關係。因為我覺得接下來大概開始排除的就是這些層面了。好，所以美國除了這次針對委內瑞拉它的攻擊，除了要石油之外，也是要讓這個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不要真的完全的進入在中南美洲國家，也要打擊大陸的經濟。一樣的問題 ，Russ 有怎麼看？這個需要時間，是一個過程。如果我們回頭看刚剛楊老師有提到，最近幾年中國跟中南美洲国家貿易是越来越贸易的这个量越來越大。對。而且中國企業願意投資各式各樣的基礎建設，不管是機場、高速公路、鐵軌等等啊。那問題是美國企業已經是一陣子不太想去那邊投資，那怎麼說服美國企業重新去那邊投資？以前冷戰的時候，美國企業是願意在那邊投資，然後後來是比較沒有興趣，那不管是因為貪污或利潤不夠等等問題啊。那中國企業因為很多是國營企業，那國家說，你要去中東投資，你要去中南美洲投資，他們就去，員工也跟着去。那美國企業是不是國營企業？所以說服美國企業去那邊投資，這個目前是一個問號，真的是一個問號。那另外剛剛有提到一些，不管是電訊設備，那怎麼說服這些中南美洲國家說，你已經裝了什麼中國來的設備，不管是在港口或電訊等等，你要通通你出了，那當然他們會向美國說，那錢哪裡來的？這裡目前也是一個問號。所以美國將來的確說會向這些國家繼續施壓，你不要跟中國合作，你跟中國合作的話，一定會有後果了。但是美國會彌補這個缺口，不管是貿易或投資方面，真的是一個問號。是好，所以美國持續的也是施壓這些中南美洲國家，也是不要讓大陸在這邊持續的搶下在這邊的經濟上面的話語權之外，包括了奪得政治上面的話語權。那麼現在有一個說法就是，美國也要重新奪回在中南美洲國家這邊的美元跟它的能源的定價權，因為呢，現在看起來委內瑞拉85%的原油都是流向中國的，並且都不是用美元做交易了哦，這邊都是用它的本幣做交易，直接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這一點反而是川普現在非常憂心的，所以呢，一旦他完成接管委內瑞拉的石油的話，他希望未來西半球的石油都是用美元來做計價，把這個人民幣計價給趕出去，有可能嗎？委員怎麼看？沒有，是現在中國大陸跟委內瑞拉買石油都是用美元啊，並不是用人民幣啊。所以大家在談石油、美元啊、人民幣、能源結算啊，這個都杞人憂天。因為石油美元是什麼意思？就是出口石油到美國的國家賺了美元以後，如何回流至美國？那個回流美國的錢叫石油美元。美國自己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生產石油的國家，它的進口啊，一天大概700萬桶，非常少。它一天生產1300萬桶，然後這個進口這個出口700萬桶，數量不大啊。然後進口多少？500萬桶。可是進口從哪裡來？就加拿大，加拿大95%賣給美國，是運輸成本的關係啦。北邊的就用加拿大的油，南邊用別的地方德州的油。那這種石油美元哦，會真的累計比較多的就出口國家，最大的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啊。那俄羅斯現在在賣石油都用人民幣結算了，所以這個石油美元就是賣美元所持有，賣石油所持有的美元。是已經到頂了，已經到頂了。那你美國說接管美國石油公司接管了委內瑞拉石油，它不賣給中國，賣給誰？因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的中國啊，量很大，你沒有人可以買，你還是賣給中國啊。所以川普這麼會做生意的人，那當然，金明兄，你給我多買幾桶啊！我現在你不要跟俄羅斯買，你跟我買，我們兩個好一點。這種事情川普會幹的啦，對不對？那。竟然中國少給俄羅斯買石油，還多給委內瑞拉買石油，其實也沒有什麼差多少啊。
那這個生意一定會達成。所以那人民幣結算有它的上限。你別看那個世界貿易量很大，因為畢竟人民幣的國際銀行系統還不成熟，這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人民幣在中國央行所能夠影響的其他的央行數得出來，沒幾家，而美國聯準會所能夠影響的央行，歐洲一大堆啊，日本啊、韓國啦、澳洲啦、加拿大這幾個央行加起來的 GDP 超過全世界60%，這是央行厲害的地方啊。那你說北京人民銀行能夠打一通電話號令幾家央行，數得出來啊？這個才是人民幣結算的精華。你不要看它什麼每天交易到沒有，是央行誰厲害？這個才是重點。所以我認為人民幣的結算還沒到天花板，但是有它的天花板。然後美元、石油美也到天花板，再增加也不太可能啦。因為什麼？因為其他的跟石油沒有關係啊。所以如果不是大宗石油結算，其他零零星星的結算，什麼義烏產品，那坦白講不是重點。好，以後應該會用川普家族發行的虛擬貨幣來結算才對。你沒有企圖，你沒有企圖。來，小艦長。我們來看其實美國真正在意的，也就是整個拉丁美洲的基礎建設，其實現在都落在中國大陸的手上。那我們來看，之前在秘魯有錢開港，那在大西洋一側沒有了吧？可是它有两洋鐵路啊，兩洋鐵路如果鋪成了，那也就是絕不可能。美國不准你蓋兩洋鐵路，絕不可能。對，那個就是我馬上就要講的，也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裡面，他特別有提到有關於基礎建設的部分，他提到的也就是中國以及俄羅斯的部分，你不要來染指。那美國真正想做的是什麼？那剛剛鄭源老師有提到一件事情，也就是委內瑞拉它的這一個煉油的效率不好啊，那它煉油的效率不好，但是呢，有人很想煉啊，那也就是鐵氟龍啊，它在這邊有這麼多家，也就是在現在講到的所謂的美國灣的部分，它有這麼多的一個煉油廠，而且它專門煉的，也就是委內瑞拉的這種種植的這個石油的部分。可是呢，委內瑞拉的油現在卻出不來。那委內瑞拉是一直都如此嗎？不是。我們來看到2000年的時候，其實委內瑞拉的油是美國的3倍。可是現在美國當然它有頁岩油的部分啊，那它頁岩油其實是現在委內瑞拉的7倍。那其實剛剛講說沒有錢的部分啊，那個他很快就會跟那個現在的代理總統講，錢在這裡啊。那剛剛也提到的，也就是委內瑞拉它其實是蘊藏量是世界第一。可是我們來看看這個前幾大的國家，如果你不當美油友的話，你就準備遭殃。也就是我們這邊看到的，無論是伊朗啊、伊拉克啊，通通都是。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也就是委內瑞拉事實上它是有稀土的，也就是我們看到黃色的這一塊，它叫做奧里諾科礦產之湖。那現在我們只要看到美國想要對哪動手，就像剛剛楊老師特別提到的，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格陵蘭，它也是都是在它的邊緣都有非常多的稀土。那你說中間沒有嗎？中間不是沒有啊，是冰封着。可是現在呢，如果以這一個我們講到說溫室效應以及極端氣候之下，未來会不会有更多的發現，很難講。所以川普即將染指整個除美洲以外的美洲國家。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在中東國家，現在伊朗的暴動越演越烈，正式進入到第2週了。有一個說法，背後有沒有可能有美國的 CIA 在後面推波助瀾呢？等一下會來一起關心。
反制美以的聯手威嚇。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來看到中俄伊朗則是舉行聯合軍演。好，趕快來關心到的是，現在來看哦，最近的伊朗越來越動盪，就是因為它內部其實有非常多的問題，除了通膨不斷的飆升之外，伊朗的貨幣也在暴跌，並且經濟持續的衰退，民眾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於是走上街頭抗議，爆發了嚴重的警民流血衝突，進入到第2天。街頭上呢，其實等一下我們會來看畫面，包括警方都祭出了這些催淚彈來驅離抗議的民眾，憤怒的民眾甚至是咬鐵門、燒車等等，非常的嚴重。而且這一起衝突是2022年阿米尼事件以來最大的一次抗爭，一共是在31個省當中，已經有25省爆發了嚴重的抗議哦。整個這個25省裡面呢，簡直是陷入了一個癱瘓的緊急狀態，170個據點爆發抗議，有造成16人死亡，並且逮捕人數現在有超過580人了。示威者高喊打倒獨裁者。我們來看到最高領袖哈米尼也在這個時候出來說了，他定調這一場抗議叫做是受到，如果你出來抗議就是受到外國煽動的這個暴徒。那哈米尼說完之後呢，川普就立刻出來警告了伊朗，也就是哈米尼當局，他說如果你的伊朗安全部隊啊敢對這些示威民众開火的話，我們美國將會出手幫助示威民眾。他也強調槍都已經上好膛了，去嗆這個哈米尼。所以 Ross 怎麼看？伊朗會是下一個川普派兵的國家嗎？之前他以核的理由來做轟炸，這一次會不會就真的出兵？特種部隊會不會抓走哈米尼 ？Ross 怎麼看？還是認為可能性不大。中南美洲真的是不一樣。我們都知道中南美洲是美國的後援啊。然後說實在 ，Venezuela 雖然有購買這些防務系統，但是其實他們的軍事能力後來發現真的是很弱，甚至很容易。蔡委員剛剛說其實他們很多那邊官員、軍官很容易被收買了。那伊朗真的沒那麼容易了，而且過去這個美國在伊拉克跟阿富汗的經驗也不是很久以前。所以，其實美國人是覺得，這樣對 Venezuela 是可以做，是 OK， 我們支持可以接受。但是在地面入侵一個中東國家，我認為美國人是不是很支持了？所以或許川普會想用其他的手段，比如說經濟制裁，但是問題是經濟制裁已經是有了，針對伊朗經濟制裁已經是有了，那也是可以用網絡上一些相關的手段。來幫忙示威者，我破壞國家安全系統的能力，也是有這個選擇。那另外也是可以警告其他的國家，不管是俄羅斯、中國，不要介入，你要讓示威者上來，推翻這個現任政府。那美國也是可以用這個做法，但是地面入侵，我覺得是可能性是不大的。好，但是我們也回頭來看，說這場示威引起的原因，真的是因為當地的經濟不好嗎？還是有沒有可能？因為現在網絡上也有個說法是，川普背後力挺，在 CIA 這邊做煽動。委員又怎麼看？務必制服而後重生，這絕對是100%是伊朗自己搞出來的，然後讓美國有機可乘。這因果關係很清楚，為什麼？哈米尼啊，是以一種很有修養的教士，可是他的家族竟然是伊朗貪污腐敗最大的集團，5個教士家族，帶着宗教的面貌，控制的經濟，腐敗的不得了。然後再加上他的革命衛隊，就是他們的黑熊跟青苗，用革命衛隊的名義掌控所有經濟，連進出口都要跟革命衛队繳稅。然後國防軍沒有錢，因為財政部收不到什麼稅。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當然，接下去如果他好好去把經濟給整頓，就他不是花很多時間在管女人的頭巾，這個實在是很奇怪。不管老百姓的肚子，管女人的頭巾，然後這是一連串奇奇怪怪的措施不提，他把整個伊朗的經濟完全給凍結了。你說美國制裁影響他經濟，他自己凍結的更厲害。什麼叫凍結？你要開任何行業哈，投資任何機構，要看看革命衛隊有沒有投資這個行業。已經到了經濟體制被封鎖了，那革命衛隊錢多到什麼？可以跑到伊拉克炒地皮，整條街都買下來。
然後國防軍哈啦一部飛機都沒錢買，為什麼？因為國防軍他認為太中立，不可靠，革命衛隊靠自己，那革命衛隊每一個人撈錢都撈得肥肥的，然後搞導彈撈錢，搞無人機撈錢，它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集團啊，那有沒有人能夠推翻它？還真的沒有人能夠推翻它，這種集團，可是一定要會使得伊朗會慢慢走向民生凋敝，那一群統治階級生活過得很奢華，現在局面已經出來了。那如果這些街頭抗議的人啊，他一定會被不滿，會被美國 CIA 給煽動啊，而且煽動成本又很低，不需要像委內瑞拉付5000萬美金，不用啊，煽動成本又很低。那未來會怎麼情形呢？我認為最可能是美國跟以色列會聯合做斬首行動，最便宜的。為什麼？你如果今天革命衛隊或者是什麼保安部隊出來對這個示威者開槍，美國最簡單的做法就派飛機把那個安全部隊總部給炸了，很便宜啊，不需要花什麼成本啊。所以啊，如果是哈米尼最好躲好一點，對不对？那哈米尼旁邊如果沒有被收買，比較難收買，因為他撈了很多錢，會給底下的很多錢。這個跟那個馬杜羅不太一樣，撈了錢哦，他老婆拿走不給旁邊人分，就是差別在這裡啊。他很會，就是家族控制的啊。那人多勢眾，所以推翻不容易。可是如果一直在抗議，美國就借這個理由，你誰開槍我炸誰，你誰開槍我炸誰，對美國不稀奇啊。他們以前的革命衛隊的司令官不是被炸了嗎？蘇梅哈尼不是，蘇梅萊尼嘛，被炸了嗎？還有以色列不是把那個哈馬斯的頭子給炸了嗎？所以我只是說，哈馬尼最好躲好一點，你要跟黃金一起埋葬是有可能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民众对于当地的经济还有政府的不满情緒哦，讓美國有機會在此介入。那其實伊朗對川普美國對伊朗虎視眈眈，也有一些重點的原因啊。我們節目整理出了4個，帶觀眾朋友來看。第一個就是因為石油，因為伊朗有很多的石油嘛。那第二個就是伊朗可以控制的荷姆茲海峽。第三個就是有關於以色列的安全。最後是他希望可以趁機打擊中國在這邊的影響力。我們先來看到石油，伊朗現在擁有全球10%的石油儲量，90%賣給大陸。第二個，荷姆茲海峽，它每一年控制了7.5億石油的經過的地方哦，它有這個重要的戰略的要衝，佔全球海運原油1/3，全球產量的1/5。以色列的安全是因為呢，當時不是有這個以伊戰爭嗎？互相打哦，那伊朗打破了以色列的鐵穹神話。美國和以色列只是重創了伊朗的防空，但是現在美國更擔心的是，在大陸的幫忙之下，伊朗根據了解有能力年產3000顆的這個飛彈，所以對以色列的安全形成了威脅。最後，他希望可以打擊中國大陸在這邊的影響力，尤其是針對中東國家的影響力。所以我們看到了大陸，他也找來俄羅斯，找來了伊朗一起軍演，是要對美國叫板嗎？艦長怎麼看？我們剛剛從手板上已經看到了，全世界有那個石油儲量第一委內瑞拉。第二個也就沙烏地阿拉伯，第3就是伊朗。那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但是匹夫不是完全無罪啊。那剛剛那個鄭源老師已經講了，你的這個政府高層的這個教派領袖，你其實你本人很清高，可是你的家是就是演出一副很清高的樣子，但是你的家族貪賭的非常厲害，我們不要忘了。無論是我們講到的1989年巴拿馬諾瑞加的這個正義之師行動，諾瑞加也是貪得一塌糊塗。那還有現在我們講的委內瑞拉，那現在我們看到的伊朗也都是如此。也就是你越是貪腐的環境，越容易讓美國的 CIA 可以更容易滲入。那也就是說呢，其實我們剛剛講到說，這個金磚國家呢，是不是在跟美國叫板？其實不是，而是呢，這個也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啊。那也就是我們現在剛剛有講到聯合國的角色，可是聯合國的角色非常的沒用，因為它有這個常任理事國的干擾，所以現在我們看到金磚，它雖然稱不上說是可以取代聯合國，但是是可以跟代表的與美國完全不
不同的另外一個國際集團。那也就是透過這個方式，然後現在他們講說，要進行軍演啊，叫做和平意志2026，也就是說。這一個演習，他把一大堆國家叫來，那大家會懷疑啊，說這個有關於俄羅斯也在裡面啊，那這裡面到底代表什麼樣的意涵？其實跟大家報告，中國大陸早就在做如何的讓俄羅斯的裝備可以成為中國大陸體系化的一部分。好，所以一邊我們看到其實有另外一個集團，中俄、伊朗等等，大家聯合起來。但另外一邊，我們也看說，川普這一次對伊朗動手，會不會也是想要打擊大陸？楊老師怎麼看？其實委內瑞拉這個事情啊，到現在為止，我覺得有2點啊，大家可能會被西方媒體誤導，好像腐敗的國家、經濟落後的國家、人民受苦的國家，美國的正義之師就可以這個不顧一切的進入到這個國家進行斬首的行動，換一個政權。我覺得，那全世界腐敗的國家太多了，哦，這不是理由。那第二個是，那是因為要去針對中國跟俄羅斯，尤其是中國大陸的這個勢力擴張，我覺得這也就這個個案而言，其實勉強了。那當然都有關係啊，因為中國的這20年的發展，它的經濟以及外交、地緣政治的層面，當然影響是全球性的。那當然，美國的一切的行動都是因為針對中國而來。這個也太台灣的青鳥思維了，哦，我倒覺得針對伊朗的部分，那是有可能的。那主要的關鍵其實是以色列。當伊朗亂的時候，他就會去針對以色列。那針對以色列的時候，以色列會反擊，然後呢就可以作為自己內部控制、掌控的一個這種對外團結的理由。然後呢，美國就可能會擔心，那這個時候，當他已經到這種比較是沒有辦法再維持他政權延續的時候呢，他對以色列的報復可能就很強烈。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以色列自己也許會先出手。